Suzuki Ertiga，没有错，这辆车你看它挂一个 Proton 的 logo，其实它就是一辆 Suzuki Ertiga，它只是挂一个 Proton 的牌，也就是所谓的贴牌销售的意思啊。这辆 Ertiga 呢，Suzuki 官方对它的诠释啊，Ertiga 代表 R3，也就是 Third Row 的意思啦。这辆车它用的平台是跟 Suzuki Swift 一样的，但是它加长了它的轴距，让它加入了第三排，使到它载客量变成可以载6个到7个。Suzuki Swift 啊，对我来说是一辆操控性很好的车，在同级对手里面啊，像我之前有驾过第3代的 Swift， 我有做一个 review 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然后我之前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兼同事呢，他用的是第2代的 Suzuki Swift， 然后我也经常有开到他的车了，我对他操控性真的是很满意。所以这辆车它就有满足了2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你要载多人哦，载5个人以上；第二个需求就是你想要它操控性比较好，那么这辆车是可以满足你这2个需求了。这辆车它在印尼跟印度的销售业绩都很好。当时它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这辆是 Normal Spec Auto 牙的，它有一个 High Spec 叫做 Executive Plus， 这辆是 Executive 的。这辆车2018的啦，它的新车价钱当时是卖59千，然后现在呢，你只需要44千马币，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蛮保值的。我要感谢 Grand Swiss Automotive 借我这辆车做 review。如果你们想买这辆车，或者是你们想买任何的二手车，你们都可以联系 Grand Swiss Automotive。从车头造型这里就可以发现到，它的头灯跟Swift的头灯是很接近、很像的，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没有那么像啦。然后这辆车也比较高，所以就可以区别开来了。你看到它跟看到 Swift， 你马上可以分辨得出2款是不一样的车。然后它的宽度跟 Swift 是一样宽的，只是这辆车轴距就长过 Swift 很多啦，高度也是高过 Swift 很多。这辆车的轴距高达2740mm， 也就是跟老车差不多。然后这样子的轴距长过它老大哥 Proton Exora， 也长过 Avanza 之类的。然后这辆车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它的离地间隙高达185mm， 比 Proton Exora 还高了一个30mm， 也就是比一般的家用车高了。一般的家用车是介于130到150mm 之间，这辆车是180mm， 所以呢，你在载满人的情况下，如果走到一些崎岖不平的路的话，你也不怕你的底盘会刮到石头啊、刮到路面之类的。然后这辆车，你看它的 signal 啊，是在车身这里，而不是在 side mirror 的，因此就表示啊，这辆车是 executive spec 啦，也就是 normal spec， 还有一个更加 full spec 的。然后发现到有些二手车商啊，很喜欢忽悠人哦。他敢哦，这个 signal 在车身的是吗？他在那个 title 那边带吧 ，executive plus full spec。我看了都想吐啊！哎呀，我也不要讲了。有时候每个行业都会有害群之马了，所以你记得，如果你看到它 side mirror 是没有 signal 的，就不是最高 spec 啊，就是 executive spec。如果是 full spec 是 executive plus，side mirror 这边是有 signal 的，然后 steering 那里是有的调音量大小的，有那个按钮了。这辆车由于它的高度的关系，因此它的第3排的空间表现啊，是稍微比奥扎好一点点的。它的尾箱容积根据资料是有152 L， 然后它第3排的椅子如果没有载人的情况下呢，你把它放倒啊，它是完全平的啊，所以啊，如果你把它当做5人车或者4人车的话，第3排收起来，你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哦。OK， 首先呢，我是175cm， 前面我已经调到我自己的驾驶位置，第2排这里我也调到自己的驾驶位置了咯。然后第2排这里有冷气吹，然后这个冷气呢，它是跟第3排共用的啦。我觉得这个冷气出风口要调高一点，这样子才吹到后面啊。如果你调低的话呢，就是在吹我的头吧，吹第2排乘客的额头吧。然后很明显啊，它的第3排是很拥挤哦，应该大人坐不下，只可以坐下小孩子啦。在第1排跟第2排都有坐大人的情况下，我是175cm嘛，现在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位置。现在我就试看啊，去一下后面看一下是怎样的。第一步，我已经半个身子进来第3排了，现在我试看了。哎呦，可以嘞！哇，
看啊 ，OK， 前面我已经调到我的驾驶位置，我是175cm， 后面再做一个175cm 的我嘞，剩一点点空间，弄2根手指，然后现在就表演，去后面第3排给你看一下 ，OK， 看啊，从这边上车嘞是不会说很难呐、看。它还有呢，2根手指的距离啊，这个布跌下来，如果这个布没有跌下来的话，它是更多了3根手指了，因为这个布跌下来就变成2根手指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呢，它真的可以坐得下成人哦。第3排这边，不是开玩笑的。OK， 表演完那个第3排的空间表现之后呢，其实我想告诉你啊。可以坐得下跟坐得舒不舒服是2回事来的。硬塞呢，大人是塞得下第3排，可是要坐得舒服，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了，应该是小孩子才可以，大人的话就有点勉强。然后前座这里，这辆车的设计，你看到这个 steering 就很有 Suzuki Swift 的感觉咯。OK， 然后呢，整个 dashboard 啊，整个 interior 设计都是浅巧克力色的，看起来是蛮大方，但是问题就是比较不耐脏啦。然后唱机方面呢，也是有改过咯。唱机方面它不是原装，它改过这种 touchscreen 的唱机，应该可以 support Bluetooth 啊、MP3 之类的。因为 aftermarket 的啦，所以我也不大理解这个。然后整体的内装就很简单哦，是有一些简陋了，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啊，就让你专注开车、专注载人罢了咯。然后储物空间是少了一点啊，储物空间哦。因为它没有 armrest 嘛，没有的收东西，它只有前面一些储物空间，然后有一个杯垫在前面，然后呢，在 steering 右边后面这边就有一个可以让你放 smart tag 或者大选购的 compartment。然后 golf box 方面呢 ，golf box 不是说很大 ，golf box。OK， 然后这辆车搭载的压箱是 4-speed。来自爱信制造的 4-speed automatic， 也没有什么可以赘述的东西啊，内装就是这样，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咯，冷气出风口啊这些啊，简单明了啦。这辆车搭载的是一台1.4自然吸气的引擎，也就是跟 Suzuki Swift 的那个1.4的引擎是一样的，最大马力为91匹，最大扭力为130 Nm， 然后这辆车的车重为185公斤，搭配上爱信出品的 4AT 呢 4-speed automatic 啦，0到100加速13.9秒可以达成，这个成绩是不是很好啦？13.9秒是慢过 Vios 啊，慢过 MyV。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辆车虽然它用的平台跟 Suzuki Swift 的平台是一样的，但是呢 Suzuki Swift 的 4-speed automatic 呢，它的制造商是 Jatco， 由 Jatco 出品的 4-speed automatic， 然后这辆 Artica 呢，用的却是Toyota的御用压箱厂爱信所制造的 4-speed automatic， 也就是类似于像 Toyota Vios 那一些这样子啦。我是很喜欢爱信这间厂它所出品的压箱啊，像它的 4-speed automatic 呢，换挡逻辑很好，换挡平顺，然后反应又快又敏捷。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啦，这个是一个它加分的地方，因为它用爱信的 gearbox， 所以不得不赞。Alright， 亲爱的各位观众，现在我就来给你试驾这一台 Brompton Artica。OK， 首先 steering 的感觉很好，这辆车用的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这一点就比 Proto Alza 好了咯，因为 Proto Alza 用的是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所以它这个 steering 的感觉很好，它的反馈很准，就好像 Suzuki Swift 一样。动力方面会有点普通啦，没有那么强悍的动力。
不错了，一辆 MPV，然后离地间隙那么高，过弯可以有这样子的表现。当然，它过弯没有普通的 Swift 那么好了。虽然它的平台用的是跟 Swift 一样的，但是它的轴距变长了，所以过弯表现方面呢，就不如 Swift 那么好。然后这辆车的车身也比较高，离地间隙高达185mm，就好像一些 crossover SUV 这样子的离地间隙啊。所以相信这些因素，还有这辆车的车身比较高的关系这些因素就影响了这辆车的过弯表现咯。可是，在同级 MPV 当中这样子的车弯表现，我觉得是上乘它的引擎的声音就令我想起 Swift 咯，它用的就是跟 Swift 一样的那台 1.4 的 Suzuki 的 engine， 它 engine 的声浪我觉得是好听过 Perodot Alza 啦，因为 Perodot Alza 的引擎声浪就是那种典型的压缩的 engine， 不是很好听。你听看这辆车 engine 的声音这个是引擎的声浪咯。然后它换挡很平顺它换挡的时候它不会有明显的顿挫，换挡很顺，你就感觉就好像一个老司机放 clutch 放慢慢这样，这一点是不错的。然后我觉得是比 CVT 好啦。Come on baby， 太慢了你们。试看转绕包一下。哦，蛮稳的，蛮稳的。不愧是加长版的 Swift。普通 MPV 那种同级 MPV 不够它来高速的平稳度不错，因为这辆车轴距长的关系，所以跑快的时候比那些 B segment 的车还要稳就好像有一次我驾 Alza 跑 highway， 我就感觉Alza 跑 highway 比 Myvi 还要稳。虽然他们的宽度是差不多，也就是那种 Lucky Best 的 Myvi 跟 Alza 他们的宽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在跑快的时候你超过120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Alza很明显的比较稳那时候我还没有去想太多，然后之后开始研究这种车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车的轴距长短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轴距比较长的车跑快的时候是比较稳的。因为你轴距比较长的车，你经过一些比较颠簸的路段，比如说你经过一个 hump， 你如果轴距长呢，前轮中那个 hump 之后，那个冲击力没有那么快去到你的后轮，它的 vibration transfer 比较慢一点。当然稳定性也是要看你的悬挂系统的用料好不好，你的悬挂系统的调教好不好啦。这个轴距长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你的车脚的材质好嘞，你的车跑快的时候也是稳的。哇，这样 MPV 好玩呢。
真的是加长版的Suzuki Swift啊。OK， 它的那个风切声开始有点明显了，差不多它的速度超过120之后了，风切声就会开始明显。它高速平稳度是有的，只是你在跑快的时候，风切声比较明显，然后那个轮胎的噪音也是比较明显。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轮胎的噪音是因为车主换了比较大的 rim 的关系，换了另外一个 rim 的关系，然后可能它轮胎也不大好啊。刚才我看到轮胎好像是杂牌轮胎来的，不是说很好的牌子的轮胎啊。如果要我总结一下这辆车，这辆车我觉得驾起来蛮好驾的，在其他同级 MPV 跟它对比之下，蛮好驾，高速平稳度有，空间表现跟 Alza 差不多。如果是我来想要一台不要太大的MPV，然后要讲究一点操控性的，我就会拿这一台咯。缺点当然是有了，缺点就是我觉得它动力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啦，因为它 1.4 这辆车的车重是1285 kg 啦，配上这个 1.4 的自然进气引擎就，那个动力是有进步空间啦，但是问题不大咯。你只要愿意踩油，那个车还是会快的，只是它比较慢到高速罢了。所以今天影片大致是这样子，我们下次见。